在黎明前的最后1个小时，万破军带领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了食品厂。叶晨让他从外面将大门锁闭。偌大的食品厂里，只剩下他与李亚林2人。李亚林看着眼前已经被恢复成原样的场地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些消其位和死士的效率、执行力都太强了。这现场就算让我来看，也看不出之前短暂停留过1万多人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唏嘘道：“他们的效率和执行力，是几百年世世代代被奴役所磨练出的。”说罢，叶晨长出了一口浊气，道：“不说这些了，李探长忙活好几天了，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在这盯着，看看那厂长今天来不来。”李亚林连轴转了好几天，几乎鲜少休息。如今人都撤离了，他也如释重负，才觉得身体确实疲惫不堪，便对叶晨说道：“那就辛苦叶先生了，我稍稍眯一会儿。”叶晨道：“没事儿，你放心大胆地睡，这里一切有我。”随后，叶晨让李亚林去了厂长办公室，自己则走出厂房，在库房外给货车挡雨的棚子下面铺了块纸壳，席地而坐，继续运转手印，吸收灵气，同时也释放出些许灵气，时刻感知四周。这几日，叶晨只要空下来的时间，全部都在运转手印，体内积攒的灵气也愈发充盈。他打算待体内灵气积攒到一个极限的时候，便把所有灵气全部注入林婉儿送给自己的那枚戒指，看看是否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很快，天色便逐渐亮了起来。李亚林睡意正酣，叶晨打坐之中，时间也过得飞快，几乎眨眼间就到了正午时分。这时，叶晨察觉到远处的动静，食品厂厂长的车又来了。他嘴角抹过一丝笑意，随后走回厂房，来到厂长办公室。李亚林此时也刚好睡醒，一觉睡了7、8个小时，他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刚开门便见叶晨走了过来，于是立刻问他：“叶先生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那厂长来了。”李亚林眉毛一挑，笑着说道：“看来确实挺心急的。”叶晨道：“咱们走吧，李探长。”他一会儿到了，看大门从外面锁上，说不定会翻进来看个究竟。好，李亚林笑着应了一声，与叶晨一起离开厂房，直接从后墙低矮处翻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那厂长也把车停在了大门外。他下车看到大门从外面锁闭，心里不由一阵疑惑。在他看来，就算工厂暂时还没开始升级改造，李亚林也不应该中午关门离开。更何况上次来也看到，他虽然还没开始施工，但还是有几名手下在这里的，就算有事要忙，也至少该留个人。迟疑片刻，他掏出手机给李亚林打了个电话，想谈一谈李亚林的口风，毕竟上次见面，他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和看人的眼光，判断出李亚林的资金肯定遇到了问题，而李亚林上次说3、5天就能解决资金，可现在非但没开工，人还离开了，这给人的感觉就更不对劲。李亚林留给他的电话已经关机，他在门口打了半天都没打通，心里越发感觉奇怪，于是他便在门外大声喊道：“有人吗？李先生，您在吗？”喊了几嗓子没人应，他便用力拍了拍栅栏门上的门锁，咣咣砸了好几声，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厂长心里不禁喜上眉梢，隐隐感觉像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，于是他立刻爬上铁门，笨拙地翻过之后，挣扎片刻后跳了下来，顾不得一身的土，他立刻便跑进了厂房里。此时的他还担心李亚林或者他的手下忽然出现，于是嘴里还在喊着：“李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我进来看看您，您在的话可千万别误会。”一边喊着，一边就进了厂房内。厂房里设备已经拆得七零八落，似乎是拆卸工作做了一半就停了，人影一个也没见到，现场也没什么其他异常。他环顾四周，不由得暗忖，那家伙去哪了？这是暂时停工了，还是直接跑路了？而叶晨与李亚林刚刚亲眼看他翻门进去。叶晨问李亚林：“李探长，
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办？李亚林道，联系不上我，他肯定会每天来一趟。等哪天发现我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之后，他可能就会想着把这一摊子重新接过去了。叶晨点点头，道，那样的话，感觉时间上不太受控，不如直接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你国内有紧急事情需要回去一趟，可能1个月，也可能2个月，不过让他放心，2个月期限到之前，你一定会回来。说完，叶晨又道，语气上还是处理一下，让他觉得你可能遇到了大麻烦，2个月后也未必回得来了。好，李亚林道，争取让他明天就复产。说罢，他立刻将那部手机开机，随后给厂长回了一个电话。那厂长此时正在厂房内做着李亚林人间蒸发的美梦，忽然接到李亚林的电话，心瞬间就凉了半截，人也有些紧张的四处观望，生怕李亚林忽然从哪里冒出来。见四下确实没人，他才拿起电话笑着说道，哎呀，李老板，刚才您打电话怎么关机了？李亚林道，我有点急事要回国一趟，卡萨布兰卡没有直达的飞机，我要到开罗转机，现在刚下飞机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厂长心里有些失望，但又听出李亚林的语气有些焦急，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，于是便赶紧问他，李先生，工厂还没开始动工，你怎么就回去了？那你合伙人的资金什么时候进来？李亚林有些烦躁地说道，哎呀，你急什么啊？咱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清楚了，2个月内我只要把你的尾款付了不就行了？至于工厂什么时候升级，你就没必要操心了。厂长赶紧解释道，您误会了李先生，我不是催您给我结尾款，也不是担心你不给钱，我是为您着想啊。那些工人可都拿着您的钱休假去了，您要是2个月后开不了工，他们到时候没地方上工，肯定也就不等您了。您总不能再继续给他们发工资养着他们吧？等您过段时间改造完开工了，手边又没有娴熟工人能招人，磨合又需要时间，您说是不是？李亚林应付道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这次回国1个月都未必能回来，到时候产生损失我也认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在合同到期之前把你的尾款给你结了。说罢，李亚林也不等他回话，便直接道，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先不跟你说了。这话说完，李亚林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那厂长此时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，他嘀咕道，1个月都未必能回来，这家伙该不会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吧？人走了，又不直接找我毁约，要回10万美元，看来是还抱有几分希望，不过听他那语气，估计麻烦不小，而且1个月都未必能回来，我看这家伙肯定是付不起尾款了，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回来找我要那10万美金。说完，他看了看周围的设备，兴奋地说道，管他呢，工厂闲着，工人工资都付过了，把他们直接叫回来开工就是。姓李的要是2个月后凑不到钱来找我退，我就跟他使劲耗，能耗得过他，那10万我都不给他。实在耗不过，或者他非要打官司，那我就等法院判我输的时候再退他那10万美金。就算退他10万，我自己还白得10万。关键是我现在直接开工，连工人工资他都替我付过了，这1-2个月岂不就是白挣吗？搞不好又挣10万美金，这次真是行大运了。一念至此，他立刻激动不已地跑出来，又一次笨拙地翻墙出来，坐进车里之后，他没有离开，而是直接把用链条锁闭的大门撞开，随后立刻打电话给自己手下的工头，开口便道，让所有人结束休假，立刻给我回厂子上班。工头诧异地问，老板，不是给了我们带薪假吗？带你妈的薪！那厂长愤怒地斥责道，你们凭什么拿了钱不干活？真以为有这样的好事吗？赶紧给我滚过来上班，不然的话，你们预支的钱都必须1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